下半场的第一个提案，有请我们的徐浩伦。我发现哥哥的经验在弟弟身上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刚上初中那会儿的时候，我就担心被欺负。哦。我就去找了一个跟我比较好的哥哥，他是已经步入初中了，我就问他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，或者是怎么避开他们。教他们。香文好想说话哈，就是嘴巴都他要捧哏，我们得陪着。对。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装狠，就是走海路。台湾话叫走海路，就是说走路吊儿郎当的，就是这种感觉走路。哦，海路啊，海路嘛，目中无人嘛，我就用了这个办法，然后我大概是应该是入学1个礼拜，我就发现不对劲，因为我走了1个礼拜海路，就有4个人想打我了。你是不是有点过于目中无人？不，我没有弄，没有，也不至于这么走吧。这个别人会不会冒犯？就觉得你有病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就这么走啊，就这么走啊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好打，好欠揍啊！就是我们一定要翻白眼。没明白，你跟人翻白眼，你往后退啊，是不是？看完之后往后退，跟他说，哎，你过来呀！他人一般往前走嘛，他往后走。一看就是怕挨打。我后面又问我比较好的哥哥，他说可能是你长得不凶哦，你就干脆好好读书，调子放低一点，就是不要那么猖狂，然后平时就不要得罪他们。长得不凶，你把法令文化重一点。他的抬头纹已经很重了，不要上学时候画法令纹。对我长得比较和善嘛，当时，然后他说和尚啊，你剃光头当时是吧？和善。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怎么样会得罪到他们。你不用知道了，你就这样就已经得罪到他们了吧？后面发现，哪怕你调子放低一点，也可能会得罪到他们。我后面就是开始畏畏缩缩的背这个书包，我就可能这么走，然后也不怎么敢看别人啊。可能你不小心撞到别人了，撞到别人肩膀的时候，他就会停下来，他说：“你再雷一下试试看，你再碰一下试试看。”我想说不好意思，然后我想看他一眼，他说：“你再看一眼试试看。”你就不敢去再跟他继续有交流了，就赶紧就避而远之走掉了嘛。然后你要再看他，他说：“你再看一眼。”我说：“你再看一眼。”哎，来看。我就发现这样子其实也没用，就是哪怕你畏畏缩缩的，也该惹到他们还是会惹到他们。后面我就换了个办法，我干脆我就搞笑一点算了。搞笑可以。对，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逗他们笑一点，他们应该不会打你了，对吧？我就变成一个那种 joker， 到处逗别人笑。所以怎么样搞笑一点走路？别人可能跟你冲撞的时候，你稍微搞笑一点，就可能装个傻。稍微搞笑。冲撞的时候搞笑一点。冲撞怎么搞笑？别人说你撞死了就来，咱俩撞一下。有病啊！我当时没有这么油，就可能就是真的是逗他笑，感觉你是在想方设法让别人打你，一层更比一层狠。哎，你上辈子是个沙袋王。你想象一下，在学校里突然有个人走进来，先是这样子，然后，你不打他打谁啊？这个故事回到最初的话，你哥哥在这里有起了什么作用啊？好像没什么用，就是我当时听了他的话嘛。我也有这个上学的时候，大哥教过我一些很厉害的，就是上学的时候不是说头发帘儿不让过眉毛嘛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大哥第2天把眉毛剃了，直接头发帘儿就这么着走，然后就是那种你感觉特别猛。这个招大家就慎重使用啊。哎，2位有没有之前这个被打过是吗？不是被打，就是跟大哥学。我倒是没学，因为我之前在火星也分享过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搞笑是可以救命的。当时我们一群人跑到一个沙滩，挨个要钱，但是到我的时候，我正要掏钱。为什么要去沙滩要钱？那个是他的地盘，我们在那玩，突然被他们拦下了嘛。结果所有人都被要钱了，到我要掏的时候，你不用掏了，我看过你演的小品，很搞笑。皇子，你应该不会被打吧？情绪价值给这么高？给多了也会挨揍。那别人打你一下，你会再夸一下吗？哎，打了，爱真头嘿，爱是共同啦，好掌力，好拳法。
哥打真好，好腿法，好棍法，大哥打得好，做我义父。然后长大以后，我发现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对的，因为本身如果你遇到校园霸凌这种事情，我觉得问题肯定不出在就是像我们这种被霸凌的人身上。然后我哥哥那个教的方法是不提倡大家学习的，是不是？太对了啊！所以在火星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一定要有自己正确的判断，因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欺凌弱小这件事情都是不对的。霸凌肯定是不对的，就跟有时候你碰一个含羞草一样，你碰一下它马上就收住了，但是它要展开需要很长时间，所以说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温柔以待。那么就继续往下看了，下面要给我们提案的是黄子弘凡。好。在说之前铺垫一句，因为确实，就是火星情报局是我就是人生中看的，就是第一个就是真的很喜欢看。真的假的？我那会儿上初中，差不多，高一应该是15岁。你高一之前没看过电视啊？不是没有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当时一直等着，然后看，然后就哈哈笑，一直追的这个，一直追的，对。所以说我会觉得说，既然这么重要，我要来这儿留下一些我没有讲过的这种秘密的故事。天哪，牺牲这么大！所以说，我发现，我可能是重生文男主。这个是你想讲的秘密是不是？下一个，真的什么重生文男主？就是我是那个孟婆汤没喝完的，重生为娱乐圈小皇子之义父满天下的男主。义父满天下，这是什么破剧？还有义父满天下，好抽象啊！我到现在已经足足在外面认了7个义父，哪7个？好想知道。我其实有点不记得了，确实是认的，只管认不管记，只管认。义父，我们就生死相交了。过2个月你是哪一个？就是重生文呢，那大家都了解到，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人他带着前世的一些经验啊，然后什么智慧啊这些记忆，来到这一世，然后活的就好像很通顺的样子，明白？很通畅。这没有一个是形容人类活着的该有的状态，很通畅活的。当时呢，就是我是在很小的时候，那会儿我就发现，其实就是给予长辈一些这种情绪价值是很重要。所以说那会儿我有一个叔叔，当时呢那个叔叔他就经常喜欢骗我，他就给我指着那个牛说那是马，他就跟我说那个羊，他就跟我说哎这个是狗，命啊！这个叔叔今世的记忆好像已经坏了。很小那会儿我就知道牛是牛，马是马，羊是羊，狗是狗。你知道他在骗你？我知道他是骗我的，但是那会儿我没有像很多小孩一样戳穿说你骗人，他不是啊，我配合他，你给情绪价值哇。然后他问我说牛怎么叫，我就是那个这样子，反着来。然后他问羊怎么叫，我哞啊。然后长大了之后，我们又见到了，然后他说哎呀，那个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我骗你说什么什么，当时你还被我骗到了，哈哈哈哈。然后当时我心想，哼，我说愚蠢的长辈，竟然被我骗到了。他好像是说我们2个哈，每次都把我们哄得可开心了。哎，没有，是这意思吗？哇，我们被他都已经哄到2个人联名一起，捧他联名上书把你送过来。哇，原来都是他的计谋。哇，是吗？就是之前他一直让你们2个特别开心，所以这一期就续上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的休息室没有什么任何礼物啊，怎么没收到？那我问一下，你一直夸教主那些是前世的记忆吗？还是说是你是真的夸他，还是说就是只是为了让他高兴？那些是假的。但给足了情绪价值。没有，是，可能上辈子是一个是一个讨好型人格。哦，舔后面还没说出来，上面是一个舔牛，天选之子啊。我服了。虽然呢，就其实听起来就是我好像从小就是这种比较偏讨好型人格。
但是呢，我会觉得说，在给予了大家情绪价值以后，我看到大家开心之后，我也会觉得很开心的这种感受。对，对。因为黄子听着这个事儿，感觉又替他高兴又替他心酸。我跟他小时候正好相反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我跟我们院一个大哥叫李叔吧，去钓鱼去，然后一回来问说师傅李叔是不是钓到很多鱼？我说李叔很多鱼。啊，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整这种，没有人听得明白，我自个儿特别开心。我说对，李叔很多鱼啊。然后李叔说对，我就是很多鱼啊，哇，他自个儿还高兴，我就特别想，就是别人听不出来我损他，然后把大人给挤的了，就让我心里特别爽。咱俩是完全相反的这种哇。因为那些大人都跑到我这儿来，让我给他这鼓掌，然后他再回去。但是你遇到的叔叔都挺好的，还他逗你都是指牛为马啊什么的。啊，对。我小时候遇到那个叔叔，他逗我的时候都是那种，他知道我就是很护家里嘛，他就说杨迪，把你们家电视机抱走哦。他一说我就滑跪，哎呦然后我一滑跪就哭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会去我们家把电视机抱走。然后那个叔叔就很爽，一传十十传百，一到那种平时那种饭点下去玩的时候，无数的叔叔阿姨，电视机他抱，冰箱我抱哟。所以你现在对冰箱有那么大的执念？很喜欢冰箱，我就去闯关要冰箱，是吧？哎，我有个问题。哎，你说。哎，你是那几个义父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你都能夸得了他们。对，我不挑人，基本上阅人无数。那假如说你其中一个义父是杨紫，现在夸。杨紫。哇！要不说你会做短视频呢，会抓热点。我和您之前的那个观点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好，录完以后请大家吃熏鸡，那我们下一个。哎呀，我也配拥有一只熏鸡啦。给黄子一个吧，好不好？黄子来一个，不容易。哎，你8个义父。哎，不用。但是黄子这个提案有点抽象哈，哎，有点荒唐。局长，但是我就替他感觉有一种微微的心酸，希望你以后不用夸别人，也能别人爱你，好吗？不用这样的，真的很棒啊你啊！都爱他。下面要给我们提案的是来了，彩玲姐。我发现人当上老板之后会变坏。我是为啥发现这个事儿的呢？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变得越来越烦人了。你变烦人了。我2年前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一共就管6个人，这个领导够小的了吧？可以，还行。你就这么小的领导都能让人性扭曲。去年我粉丝破800万那天，我特别高兴。我在公司就是这样的，我说，今天呢是一个就是很特殊的日子，好飘啊，值得庆祝一下。哇哦！下班呢谁也别走，我请大家吃个饭，一会儿我就跟大家讲2句。我老公下班来接我，他就特别不理解我为啥要用下了班跟员工一起吃饭这个形式来庆祝。我说一起庆祝快乐加倍嘛。他说这不叫快乐加倍，这叫集体加班。没错。然后那天我就开始自我反思，我觉得领导是有一些就是自我感动在的，而且我发现领导不单喜欢自我感动，他还喜欢设定规章制度。就比如说坐班制这个事儿，我以前也这样，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熬不住了。我是我们公司第一个摸鱼的人，我往那一坐，哎，别人都以为我在那想什么高深的短视频创意，其实我在那刷最 low 的短剧。啥是最 low 的？你告诉我。同生之我在火星当男主。火星当男主。最 low 的搁这儿呢。其实人一天脑子真正转的就3小时，剩下那5个小时、6个小时在公司，老板也在演，员工也在演。可是你又不是个演员，是吧？对。我考啊，刘洋讲的什么话题？哎，他说的这个表情。他刚才
个表情就代表所有职场人在职场中的表情，就是3小时之后脑袋都不转。哎，真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人没有坐班制，大家其实工作很努力。咱们认识的所有人中，工作最努力是谁？孙悟空。你想想，如果把西天取经放成坐班制，那孙悟空就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保安。他将失去他所有的拍身，对吧？哎，他要是再遇到3打白骨精的故事，白骨精过来了，他肯定不会一棒子给打死。他一看时间，现在是周3中午，我现在要把这妖精打死了，周4再给我妖精打，周5再给我新妖精打，我打妖精有瘾呢。他肯定想说，我先留着，我周3我先给打个脑震荡，然后下午我还得做个复盘。我周4我给打折一条腿，我下午捋一下发票报销。有道理啊，是不是得留出这个时间捋发票报销？周5下午4点半准时，咵嚓一棒打死，然后打卡下班。这就是坐班制下的3打白骨精。因为齐天大圣在坐班制下，他不光得3打白骨精，他还得3打打卡机。而且你发现没？唐僧在没有徒弟之前，他挺能干活，行李他自己背，饭他自己要。有了几个徒弟，当上领导之后，啥也不干了。妈呀，不是他了，不能走道了，他得7个人走。完事天天早上开例会，没事就讲2句。他要是少点他那些指导意见，孙悟空早7天取经都回来了，都已经。在的。所以综上所述啊。人有权利当领导之后会变讨厌，坐班制是万恶之源。那么我们这个厂子这几位领导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共鸣？我说实话，我的团队是3无团队，无办公地点，没有会议，也不打卡考勤，经常还找不着人。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陪我玩桌游，有些人还不爱玩。所以你出了舆情，没人给你处理，我发现。我的舆情上，就舆情了。确实，我就是那个没有徒弟的唐僧，最早的时候。但是我总觉得所有的事情靠自己的想法去推进的话，我确实比较心安理得一点。我就是这么个老板。黄子当老板也挺有意思的，他们公司喜欢那个什么抽签，你讲讲。就是我们团队，比如说今天，只能进来2个人或者1个人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般的话，他们就石头剪刀布，输了的来，赢了的放假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对，就是凭运气。你今天你要是赢了，你凭本事放假；你要是输了，你凭本事上班。他有一个员工一直赢，他都不认识。啊，也对，我跟迪哥录了3个月节目，一天一来，哎，团队来新人哦。其实他是去那儿度了1个月的假。我身边就有不少这个浑身上下散发着班味儿的朋友，一上班就特别虚弱，就跟没有电了一样，随时都可能倒下。就他没在脸上写着别理我是个没有电的废人，一下班就不一样了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走路都带风。如果所有老板都能优化上班制度啊，真的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恨不得给自己身上装上南孚电池。而且必须是聚能环4代的，就是开工时1个顶6个 ，so easy， 没有班味儿，只有能量，精神旺盛，超耐久。那接下来哈哈槽来一个，好。加油！好，我发现总有老板想让年轻人免费干活。我刚出社会那会儿那个我经常想的就是说，年轻人你就多实践一下，你就不要想着钱。后来我觉得这就是老板想骗年轻人免费干活。有道理。我没少被老板这么骗过啊。当时他还用激将法激我，他说他不认可我的才华。当时我就急了，刚出社会，我想证明我有才华，我就搞了2个通宵，然后给他改了8版方案，然后改完以后他说有点才华。没有跟我谈钱的事情。哇！后来我觉得不管搞什么，真的就是钱，落袋为安，真的。钱一定要到手里才行。对，因为有很多话术是专门用来搞我们这年轻人的钱的，拉低我们的价格。常见的话术就是老板会说这个活，我们先一起合作做一下，如果价格合适的话，我们可以长期做。这次来优酷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话？一模一样的话术。长期做，连带7季。因为社会上想跟你画饼的人真的是太多了。我有一个教我播音主持的老师，然后他就又联系我，他说：“哎，大明星，
哎，联系不到你了。哎呦，我这有个戏想找你，我请我有戏找我，我说什么戏？他说你认识哪吒不？哪吒，我以为是什么汽车品牌嘛，他说没有，是神仙。我说我怎么会认识神仙？对吧？他说就是那个哪吒 IP， 他让我去演那个里面的太乙真人。像是，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戏啊，它有点难度，它是一镜到底的，它是那种直播拍的。啊，然后你演太乙真人哪吒那里跟那些妖魔鬼怪打仗的时候，你作为他的师傅，你要拿你的仙术变一些东西出来给他，比如说他累了，你拿一个按摩仪给哪吒，按一下摩，然后让家人们购买。啊，带货是吧？最过分的是还给哪吒冲藕粉吃。哪吒喝藕粉的感觉跟喝蛋白粉一样，跟我们你知道吧？就是补充自己的能量。后面我才知道他就是找我直播带货啊，对呀，我就问他，那你这个活你多少钱吧，对吧？我也对艺术其实没那么多追求，你只要落袋为安就行吧。他跟说我们这个项目起步初期，我们又这么熟，我一听就晓得他要把我的价格打下来。确实，又在跟我玩套路了，你晓得吧？所以我发现真的很多老板他就是想白嫖我们年轻人的劳动力啊。对。然后基于前面的发现，我又发现，好玩，连续发现。我发现现在就商家都想搞年轻人的钱，这不购物节嘛？我发现我们手机的那个转跳 APP 的那个功能，这几天特别灵敏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发现中了，这个中了，真的。原来就是你拿出来，你可能你稍微晃一晃都不会进去的，但是现在你一拿出来，你感觉要配一个那种斯坦尼康，要不然一下就直接你就跳到那个购物软件里面去，你就消费3000多块钱，你都不知道，到时候直接人脸识别，人卡都给你刷掉了，它完全就是这样。我是特别会被那种很浮夸的那种购物的 slogan 给骗到的人。我最近买了衣服，那个衣服我看了我就想买那个衣服，那个文案叫做“狗穿了都帅”。我说给我来一件，对我当时穿了，我在我老婆面前我说怎么样，狗穿了都帅。我老婆说你穿了不丑，感觉有被狗比下去。对我今天还带了这件衣服。哦，带来了。对。哎，你穿上跟他们俩站在一起，因为我不是那个颜色，你站到他们俩那。啊，这不方便嘛？这么近。这么近哦，哇，还可以哇，这是稍微买的小的一号吧？我买3个加的，我买的是我往最大的买了，它这里面穿的多了。我平时早上可能空腹爬完楼梯会瘦一点，因为我会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还买了一个那种能照500米的头灯，19.9块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不需要头灯，但是我一看他说能照500米，只要19.9块，我说给我来一个。又来一个，哎，好帅啊！哦，这是那种矿工戴的那种500米。你看，哎呦，我跑这里来，灯光照到谁，谁就开始舞蹈。好。Troublemaker， 没有音乐真干呐。没事，我们一起给你来，3、2、1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了，我段子里面都讲自己是翘嘴鱼嘛，然后我老婆说我带着这个就变成那种深海的灯笼鱼了，就感觉把那小鱼吸引过来，然后吃它的这种。所以综上所述，这就是我所有的发现。我希望我这个灯笼鱼能够帮大家照亮一个搞钱的明路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哈超，谢谢。太牛了！哎，我跟薛之谦干过一个活特别神，那阵不是我们南学北张嘛，我们俩去了那个活之后，那个导演一进来说：“你们俩现在开始，灯光开始，搞笑吧。”然后他就走了。地狱啊！地狱啊！什么就开始搞笑？没有人给我们对台本，没有人给我们干什么，没有任何本儿，就是有个赞助商，有一个赞助商，然后2个人我们就坐下来了，就哎，好了，导演我们要干嘛？干出啊！
我们俩就是硬撑下来录了8个小时，8个小时硬搞笑，超级尴尬，超级尴尬，我跟你。所以说，我觉得以前干过的所有事儿，即使没挣着钱，现在有故事了，对不对？有故事那就值了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就可以了啊。还有没有谁想要提案啊？谁要提案？哦，哎，刚刚黄子说是不是啊？刚才是这样，对，因为呢，首先教主也聊到说，今天啊，就是他们这节目只来了他这一个人嘛，所以说他也想说，不行，我这么卷，我来这儿呢，对不对？带来的内容肯定要是 double 的。所以说今天作为我们的古典脱口秀天花板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，教主再给大家来一个劲爆无敌，杀死整个比赛。我发现。婚礼份子钱应该分期付款，很有共鸣的感觉哦。分什么期？活期和死期？死期。这个跟我一个捅娄子有关，就是作为脱口秀演员，然后捅的最大的一个娄子了。哎。就是我有一次主持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婚礼，主持的时候，然后其实心里会想很多东西，就是你自己在旁边观察，他们在旁边，你愿意我愿意，我心想我说你还愿意啊？现在婚礼这么脆弱，你别今天你给我结了，然后明年你给我离了啊，然后你再结，我再给你随1000，你到我这儿创业来了啊？我想很多啊，然后我在那想，我正想这个的时候，他一把抢过我的话筒，然后跟大家说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在我身边的这位。不仅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是一名脱口秀演员。哦，我们让他即兴来一段怎么样？哎，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让脱口秀演员即兴来一段。天花板你可以是不是？对，我当时就冲上去了，我当时满脑子思路奔逸，我拿过话筒，我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婚姻越来越脆弱了？我倒不是心疼他们婚姻，我心疼的是我的份子钱。你祝他百年好合，随了1000块钱，明年就离了，那99年能不能退给我呀？我当时真不知道咋，我跟大家说，我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竟然还有往下想，不是百年好合吗？随1000，我今年先随10块，然后明年我过来填表。最近还出去约会吗？可以。牵手吗？可以。那方面呢？给10块，给10块，给10块。今年的10块给你，然后明年继续加油哦，然后明年再来，还一起睡吗？哦，睡桥洞了，哎呦，要拿不回尾款喽。睡桥洞了还行。我当时真的很开心的讲完，然后我讲完了，我的理智回来的时候，我才认真的观察了宾客的反应。宾客已经冰掉了。就是他爸那个表情，就是绿巨人马上就要变身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当时如果孙燕姿在那唱歌，绿光在哪里？就那里，就那里，绿光。新郎母亲的表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各位，新郎的母亲是想笑的，总要有人懂幽默吧？在那开始耸肩膀是吗？然后在那憋着开震动了，就好像收了1万条短信。所以我觉得婚礼份子钱应该分期付款。哇，厉害！这个真的是好的提议。对啊，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婚礼哈，就要随礼，所以说怎么分期付款可能比较合理一点，大家可以研究一下。按照你刚刚那个逻辑，分期付款可能还没有那么平均或者那么公平，可以出一个这种 APP。随份的 APP 可以抵扣，你结的时候我先给你，然后我结的时候你再还给我。随份子 APP 哈，帮我把这个也注册一下，谢谢。谁结婚之后就把钱打给杨迪嘛，然后对我统一收啊，我统一发，我这吃利息。统一记账，拿你2维码。你们演过婚礼的演出吗？我演过，朋友们都演过吧？啊，演过，就是当时那会儿就是实在是没工作，有朋友当时打电话说，喂，黄子，有一个那个人家就是老板结婚的，然后我说好 OK 去没问题，接了，去到现场以后，哇，震惊！现场可能有100多号那种人拿着手机哇直播，在现场各种他们那种什么网站什么平台各种各样，然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女老板，很大的女老板，这么大个一女老板，多大？脑袋这么大个大女老板，哇，大老板，
超有钱，超有钱，就演出次要的，主要是他们那个结婚的场景，因为正常结婚嘛，台上可能新郎新娘，新娘旁边有3个大中小的孩子，分别一个30多岁，一个20多岁，一个10多岁。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男方应该目测看着可能比女方差不多小个20来岁啊，然后但是他身边也是有一个中号小孩跟一个小号小孩。中号小孩，中号。当时我听到过记忆最深刻、最震惊的一句话啊，女老板的大儿子拿着麦克风很不爽说：“虽然你比我只大3岁，哇塞，但是我今天在过去的相处中，我还是要在这里叫你一声爸，爸。”真的。要改口了。不是，这个孩子那个说唱的那种气势这么足吗？他假装叫的爸，其实还是叫的哥 bra。我叫你 bra， 他内心还是不服，叫不肉。艺人保护。亚拉森。我回头教我学一下英文，我的英文还口音。我是四川人，四川人有时候321从这儿接 ，bro。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丰盛，这么人数，这么满当当的台上人，满当，报数，1、2、3、4，台上8个人，你这时候应该上去说，哎，兄弟，你也不差我一个了，一副，多一个就好了，怎么对吧？可以吗？这好笑吗？可以，给一个，这可以吧？这可以，来，蛮好笑的，加一个，下一个好笑，上，感谢。我感觉今天的新人都特别的棒，啊，要命了，真的是。我记得我们在早期的时候，刘维，我们那时候特别的用力。哦，对，满地都是，满地都是我们爬，这什么衣服都弄得一塌糊涂，满地都是。因为你当时嘛不肯爬，所以你没来嘛那天。我害怕。看你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，哇塞，跟进了蛤蟆坑一样。啊，我第2季来的，主要是他们。但是一起都特别有活力，那种感觉特别棒。没错，我们以前的喜剧跟现在不太一样。我们当时为什么这么用力？其实反思一下，其实我们当时的框角太多，我们不能去施展太多。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的各位在座的新来的这些同学们演的那些短片，其实这个东西我在看到的时候，我感觉哇，我好开心哦，好欣慰哦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们代表了这批的年轻人，愿意去尝试突破这个框。如果这帮年轻人都在听你们这帮年轻人现在讲这些东西，那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。当我们老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变成那个在沙滩上被拍死的东西都没关系。可是搞笑这东西是有一个传承的，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，真的给现在的年轻观众是一笔财富，这特别棒，真的是。我只想说，我十分想念沈梦辰，是吧？很怀念我那个之前的跳舞的搭子。来一个，我愿意跟你唱的那个。来一个。浩伦今天穿的这身衣服，就是我那天跳 Trouble Maker 那身衣服。哎呀，把衣服给他。你现在要拯救我今天吗？你会跳吗？传啊！你们俩对过没？没对过。你来啊！但是在我的脑子里，他脑子在不在不一定啊。打钱，我太厉害了，哎呀！各位亲爱的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！音乐都起了，音乐已经不行了。
救你们！救你们！救我！哎，杨迪已经疯了，跟每一个人都跳。我杨迪，你都已经这样了，主动开始这样了，杨迪。哎，没看过黄子酱啊，没看过。怎么跳啊？啊，可以了，哇塞，哎呀妈呀，杨迪好厉害，杨迪现在是一个，哎呀妈呀，舞蹈环岛哈，一堆人围着他跳。好了，哎呀，太开心了哈！我觉得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呢，我们结束了今天的所有的提案了，太好了。那无论怎么变呢，我们火星的老规矩是不能变的，每次会议我们还需要评选出呢一位王牌特工了。那么在场的280位观众朋友们手中都有唯一的一票，你们可以投给你们认为提案对地球人最有意义，让你觉得最有共鸣，同时又最有梗的人。3、2、1，投票开始。请各位谨慎选择。好的，倒数3个数，3、2、1，投票通道关闭。统计结束，同学们，是的 ，OK， 哎，大副局长将为我们呢公布今天得到最高的票数的王牌特工了，我会是谁呢？那么现在黄子呢，他已经去拿到这个信封了啊，他拿会不会有点不公平？哎，你回来的路上改票，回来路上你改掉。让我们3位副局长一起来，真假的？哎，请坐。你是参赛的，这孩子吧。来，挡着点，挡着点，挡着点，这个旗有点痛，蹲着点，走回去，蹲着点，看一下，来，哎。首先我跟你说啊，首先跟各位说，第1名跟第2名最起码差了30票。哇，哎呦！那么我宣布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2次的会议王牌特工得主就是黄子红吧。厉害！哎呦，加了3个衣服，都是衣服。一天收3个会不会太忙了？不忙。同学，这是你的第1枚火星特工勋章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承蒙厚爱。哎呦，不敢。谢谢，我觉得这个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，我这个会带着大家的这一次的这个支持跟信任，然后越来越努力，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这个王牌特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恭喜黄子红牌。是的，我们本期火星情报局会议就开到这里了。我宣布，火星情报局第7季第2次会议圆满结束。欢迎李志平。其实我昨天是来探你班的，是。然后老师就说，哎，他妈就是上了他。我们节目就是探个班就直接可以上节目哈。下面有请我们的2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原创音乐人歌手宋木子。哎呀，宋木子今天投资了，花了不少钱请人哇。大家好，我是欧阳弟弟，演艺圈的路一开始就这么曲折呢？有请我们的陈洛。好久不见的领导，大家好，我是汪涵啊。我发现。支线任务做太多会被越支越远。我说成龙大哥我得罪不起，你马东我还得罪不起吗？你疯了吗？大家也
别往那个心里去了，该来火星录还是要来，跑到那个环球影城玩都不来录，你还盯着人家呀？没有人真觉得自己丑，针对性怎么这么强？可能姐姐有点不知道哪儿有问题。因为我不是黑他。那你说谁在黑他呢？对呀，是谁呀？比如说你是我的前辈哈。哎，你好。哎呀。我发现脱口秀团队的领导不好当。点你了。越演到中场戏越远。我们3个人连在一起，像我的母校的校徽一样。别怕，你也别怕。吓一下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哇，姚笛有天也要用台阶啊！